这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纽西兰的20个必玩景点，还有我们沿路吃到的美食。搭直升机前往纽西兰最大的塔斯曼冰川践行，居然遇到雪崩！快走雪白梦幻步道压压惊，去关心小镇蒂卡波，去纽西兰最美湖边小镇，看世上最孤独的树——冒险之都皇后镇，世界第8大奇迹米尔福德峡湾，在魔界场景骑马渡河，抱可爱的羊驼。想知道18天只花10万元环纽西兰南岛怎么吃怎么玩，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这里哦。继上一次的河口湖之旅，这一次我们来到纽西兰。上次来到南半球，已经是我们去年去澳洲的时候。接下来的18天，我们要在纽西兰开露营车环整个南岛。赶快跟我一起看看纽西兰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纽西兰包含南岛与北岛2个主要岛屿，山地占总面积的一半。南岛有许多冰川、湖泊，与纽西兰的最高峰库克山；北岛则有许多火山、瀑布、温泉。丰富的地形让纽西兰被称为活的地形教室。这次搭的是纽西兰航空，不止机身是超帅的黑白配色，空服员的服务跟飞机的飞行稳定度都很棒，更有全程免费网路可以用，搭乘体验真的不错。可惜餐点有的很好吃，有的很普通。这次是买东京跟北海道外站票，省了一大笔钱。不过没在官网买，不能加价空中沙发，不然还能躺着飞哦。这台就是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带大家开箱一下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这18天要住的地方。我们进来之后，这里可以开灯，里面非常的高，还有3米高，所以我们在里面也可以把手举高，然后人是不用低下头来的。那这是我们的厨房。琉璃台，只要这边打开帮浦就可以开水，所以我们可以洗东西。然后瓦斯打开的话，这边有2个炉子可以煮东西。然后接上那个营区的电之后，里面有微波炉可以使用。那冰箱在这个地方，里面有我们的食物区。然后这一些都是我们的餐具啊，还有刀子什么的，一应俱全。然后下面也有锅具什么的，都放在这里。锅具，然后这里就是杯子啊、碗盘什么都有，那都有固定好，所以行车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盖起来，然后把它固定住，就不会乱跑了。然后这一边呢，则是洗碗巾啊、刷子、快刮布等等的都在这里。是我们的后座，它是4人座的，那我们2个人租4人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比较舒适。因为你看，像我们的行李箱就是放在这里就刚刚好，我们就不用每一次都搬到后车厢去。那这样子的话，就节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那如果你是4个人住，你4卡行李箱，可能你就需要把它放到外面去，然后再整理。那这样就是冬天的时候也会特别冷。这是他们的桌子。桌子的话，我们就是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放下来，哇，就可以在这边吃东西了。像我们如果爬步道很累，我们直接在车子上煮一煮就可以现吃，超赞。那晚上如果要睡觉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桌子收起来，然后2边这里打开，把它放下来，哇，这就是我们的床啦。那这个床包啊，都是他们付的，他们有付这个床包，还有枕头的床包，还有浴巾，通通都有付。那晚上如果很亮的话，2侧这里的窗帘，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下来，就可以遮光，非常方便。上面这里就是另外一张床，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住2个人，所以这里就变成我们的储物区，这样我们东西随手一丢，超方便的。而前面的驾驶座的部分，它都已经帮我们放了这个手机支架，然后这边也都有连那个 USB 孔，所以充电什么都非常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只要记得带一条 Type A 的这一种，就可以把手机接上去，直接就可以导航了，也不用另外买他们的导航。但是他也有付给我们导航机啦。但是我觉得有点难用，我就直接用手机的。这次我是在全球最大露营车平台房车国度订的露营车，网站有中文界面，全球45个国家都能订到露营车，车子的细节也都有，价格也更便宜。我把网站连接放在下方资讯栏，分享给大家。交车后睡一觉，就要开始我们的露营车之旅啦！一路上的风景真的都好漂亮，在纽西兰边开车边看绝美风景，真的太享受。我们现在来到第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电影《纳尼亚传奇》的取景地 Castle Hill。Castle Hill 这边有一个小步道，走过来你就可以置身在岩石之中，
超有 feel。Oh my god！ 我们才来纽西兰第一站，我觉得已经被这个美景整个震撼到爆炸，处处是美景哎，看看，哇！小时候我在看电影《狮子女巫魔衣橱》的时候，他们最终站就是在这种大石头那边决战啊，我就觉得很多石头围绕的那个场景，超像奇幻小说才会出现的。没想到现在我就实际在这个场景里，非常漂亮，很震撼，到处都是各种奇形异状的巨石头，哇，好美哦！如果你要去走福克斯冰川的话，那你就一定会经过 Castle Hill。但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花10个小时，然后远远的开过去，结果可能又因为天气不好直接被取消，所以我们过几天会到库克山走纽西兰最大的塔斯曼冰川。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节省体力、节省时间。虽然团费多了2000块吧，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库克山那边海拔比较高，在山顶可以群山围绕的做冰川健行，应该是非常棒的体验。要怎么前往 Castle Hill 呢？打开 Google Maps， 导航 Castle Hill Rocks 就可以抵达他们的停车场，再从唯一的一条道路就可以走到 Castle Hill 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纽西兰的第一个大站，就是距离基督城跟皇后镇大概都要3.5小时车程的蒂卡波湖 Lake Tekapo。蒂卡波在毛利语代表晚上的草席，或在星空之下睡觉的意思。蒂卡波湖甚至是全世界第一个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星空自然保护区的小镇哦。蒂卡波湖有3个大景点，我们预期在这里停留2天的时间。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好牧羊人教堂。这个好牧羊人教堂，据说当初当地居民在建造它的时候，为了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所以就在周围拾取了这些石块，然后把它堆叠起来，就建成了这个好牧羊人教堂。那好牧羊人教堂的旁边就是美丽的蒂卡波湖。如果在春末下出来的话，还可以在湖畔看到粉紫色的鲁冰花，非常漂亮，搭配湛蓝色的蒂卡波湖，还有很漂亮的蓝天白云，拍起来美得像幅画。在好牧羊人教堂旁边一点点，这里能看到一个牧羊犬的铜像。这个铜像就是为了要纪念牧羊犬保护羊群的贡献。它这里有一个捐款的5块钱，可以协助当地的人维护这个好牧羊人教堂。在好牧羊人教堂的日常保养跟维护都是完全依靠这一些赞助的钱，所以来这边如果觉得这里很漂亮、很不错的话，大家也可以捐一点小钱协助维护这个漂亮的地方哦。它很方便，只要用 Apple Pay 感应付款就可以了。OK， 捐款成功。晚上我们在好牧羊人教堂附近没有光害的地方，抬头一看就是满天星斗，还有漂亮的银河。隔天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报名的观星导览没有成行，所以建议大家来到蒂卡波湖，只要晚上天气好，就一定要出来看星星哦。要前往好牧羊人教堂，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好牧羊人教堂，前方有一些停车位，如果都停满了，也可以导航 Wishing Well， 可以把车停在河的对岸，再走桥过去，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哦。一到纽西兰，我们就到超市买了3000元的食物冰进冰箱，玩饿了我们就直接在车上煮，有时候懒得用，微波加热也很方便。我们最爱吃的是台湾的3星葱抓饼。到超市一定要买他们的牛排跟羊排来吃哦，哇，太香啦！一大盒牛肉只要100多，自己煮真的很划算。睡在露营车的好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只要打开后车厢，就能看到美丽的湖景还有日出。躺在床上欣赏蒂卡波湖，真的是太美啦！我们都玩到哪，就用 CamperMath 的 App 来定晚上要住的营地。有地图可以查看纽西兰有营地的地方，但有些营地比较抢手，建议有确定行程可以早点订。我们都住有电的 Power Site， 一晚大概都60到70纽币。如果不想要住在露营车上，也可以加价去住小木屋，只要填好基本资料，线上付款就订好咯。营
营区的厕所都会有专人打扫，维护的都很干净，浴室也都有暖气，所以冬天洗澡也比较温暖。营区也会有干净的厨房、厨具、冰箱，还有饮用水。衣服脏了也可以拿到洗衣区，有洗衣机，还有烘衣机，有的还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哦。我们因为太想开露营车环岛，所以把原本订好的饭店全部取消。租露营车的好处就是把交通跟住宿整合在一起，不只不用每天收行李，比起饭店也算是省了一大笔钱。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在好牧羊人教堂附近的约翰山天文台。约翰山天文台海拔有1031公尺高，是蒂卡波湖附近的制高点。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蒂卡波湖，还有下面的蒂卡波小镇。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约翰山天文台这边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为了安全考量，他们就会关闭，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车辆上来。加上它这里的地势是一个有点凹陷的地形，所以可以阻绝大部分的光害。有机会的话，可以晚上来约翰山天文台报名观星导览，可以以肉眼看到超多的星空跟银河，绝对是永生难忘。亲眼一看就能知道为什么这里被列为世界上的7大星空保护区之一。这边风非常大，上来一定要戴好毛帽。我身后的彩虹超大的啊，风也太大了吧，我快被吹飞了。然后因为约翰山天文台这里风超大，非常冷，所以旁边这里有一间 Astro Cafe， 我们现在就是在排队，然后等一下要在里面吃个小东西避避风头，实在是太冷了。Astro Cafe 有贩售饮品跟轻食，我们点了热巧克力、鲔鱼三明治，还有萝卜蛋糕。本来看隔壁的餐点剩很多，没有很期待，没想到意外蛮好吃的。萝卜蛋糕没有什么萝卜的菜味，中间还有甜甜的乳酪。第一次吃，没想到还蛮好吃的。鲔鱼三明治跟热巧克力也都很温热，在风大又很冷的山上吃了很暖胃。要前往约翰山天文台，可以 Google Maps 导航约翰山大学天文台 ，Astro Cafe 也在旁边。上山的时候，一台车要付8纽元的入场费，只能刷卡哦。我们现在从约翰山天文台下来，回到我们营区旁边这个湖景第一排的地方，它的旁边有一台这个小餐车 ，The Better Better， 它是卖炸鱼薯条的。我们来点点看，午餐 Better Better 的炸鱼薯条超大坑的啦。我们现在在车上吃，一样可以看到湖景，然后不用在那一边吹冷风。它的炸鱼薯条超爆大只，沾一点塔塔酱。这边炸的真的非常的酥脆，而且它这样子一大份，其实2个人吃，我觉得算是还蛮刚好的。它薯条好吃。也有生菜让我们可以解腻一下。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 Tekapo Springs。Tekapo Springs 这边有一个超大的户外露天温泉池，可以在这边泡着热水，然后疏解我们到纽西兰这边的疲劳。那这边一边泡着温泉，一边旁边就是美丽的蒂卡波湖，湖景第一排。那不过它的温泉池不是真的温泉啊，只是热水池而已。这边晚上甚至还有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星空的活动哦。但除了温泉池以外，他们也有超大的室外溜冰场，它是纽西兰最美丽的户外溜冰场之一，可以直接看到蒂卡波湖的美景跟山脉。那入场费是24纽币，有包含租鞋的费用，然后可以多次进出场。我们也很想要玩冰上甜甜圈，就是从那个很高的地方这样滑下来。那我们今天是买套票，2个是 combo 的 ，combo 在一起的话50纽币，不然分开买的话加起来要56纽币，这样现省6纽币。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买那个温泉池的，可以3个一起 combo 起来，都是可以自由组合的。那因为这个溜冰场也是非常热门，所以常常会有学校团体活动过来这一边，所以大家可以在来之前先到他们的官网去看看他们的行事历上有没有一些行程。那连结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给大家。现在我们要来玩雪上甜甜圈。我们现在到最高点，这里还可以看到后面的蒂卡波湖哦。然后这一个大斜坡长达150公尺，等等，我们就要冲下去啦！哇！我吃冰了。所以这边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从上面滑下来的人，
那我们总共玩了4次，花了45分钟。我们最后15分钟其实应该可以再玩个1、2次。那我们要赶去吃一间5点关的鲑鱼店，不知道来不来得及。那如果有来这里的人，首推这个雪上甜甜圈。那再来就是看自己需求要不要玩溜冰场跟旁边的那一个温泉池。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普卡基湖。普卡基湖是在库克山的南边。那我们从蒂卡波湖要进到库克山之前，一定会经过普卡基湖。那普卡基湖有绝美的蓝色湖面，更是有蓝色牛奶湖的美称。来到纽西兰，一定要来看看传说中的蓝色牛奶湖。Pukaki 它在毛利语里面呢，是代表着聚集的水的意思。那它的源头是来自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融水。那为什么会有蓝色牛奶湖的颜色呢？就是因为冰川侵蚀岩石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极小的细粉，就是岩石粉或者是冰川粉。这些岩粉它们会悬浮在这个湖面上，然后就可以散射阳光之中的蓝光跟绿光，就会形成漂亮的蓝绿色湖面。再加上这一些悬浮微粒，它们会出现一种沉淀感，所以就有牛奶的浑浊感，所以就会有蓝色牛奶湖的样子，非常的漂亮。要拍普卡基湖可以导航 Mountain Cook Alpine Salmon Shop， 这边可以看到整片的普卡基湖，还有远方的山脉。如果还想要拍到库克山跟旁边的公路，可以导航 Peters Lookout。那在普卡基湖的游客中心这里，还有一间 shop， 有新鲜的鲑鱼生鱼片，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因为里面的位置满了，我们现在坐在外面，一边看着普卡基湖吹冷风。来吃我们的鲑鱼沙西米，我们买的是500公克的，50块纽币。哇，这个油花看起来不错哎，吃起来很新鲜的鲑鱼，我都还没有加酱油跟 wasabi， 我就觉得那个鱼的鲜味吃起来还不错。可能我们这一块的油花刚好是蛮漂亮的吧。现在我们打算换一间来吃吃看，这一间是高地乡村鲑鱼。那这一间虽然没有湖景，但是这一间呢，它比较大间一点。它 Fish Shop 里面就有卖一些那个可以煮的鲑鱼，那就可以自己回去煮，有整只的，然后烟熏的生鲑鱼都有。那这间咖啡里面就有更多的熟食。那比起 Mountain Cook Alpine Salmon Shop 这边种类就比较丰富一些。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整柜的熟食柜，还有班尼提克蛋啊，还有汉堡、可颂、三明治等等，都是鲑鱼的。我们今天点了碎洋葱鲑鱼握寿司、鲑鱼生鱼片、炸虾寿司卷，还有提拉米苏当甜点。这一间的鲑鱼生鱼片的口感比较厚实一点，然后另外一间的话，它是比较油脂比较丰富，可以有比较化掉的感觉。但这一边的肉都比较厚一些，所以喜欢吃口感的话可以吃这一间。那喜欢吃比较那种化掉口感的生鱼片，可以点另外一间。那这一间高地乡村鲑鱼，它室内的空间比较大，而且熟食种类也比较多，所以你如果喜欢吃寿司的话，可以来这一边吃。那它后面外面也有很多的空间，然后甚至还有自己养的鲑鱼池，你也可以丢饲料给他们吃哦，然后再把它们吃掉。我现在来丢一些饲料，嘿，马上就有鲑鱼来吃了，再丢一池，嘿，哇，它们活力真好。要前往高地乡村鲑鱼，可以导航 High Country Salmon。那现在我们来到纽西兰的第2大站库克山。库克山的海拔有3724公尺，是纽西兰的最高峰，更是《纳尼亚传奇》还有《魔戒》的众多取景拍摄地，而且这边还被评选为全球最美山脉第5名。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到纽西兰最大的冰川，长27公里，宽4公里，厚度600公尺的塔斯曼冰川。我们要在冰川上面践行，寻找传说中的蓝冰洞。那我们今天报名 Klook 的1日行程，要搭乘直升机，直接飞往塔斯曼冰川上面。这也是我在纽西兰之行最期待的一个行程。很可惜，上一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因为雾太大被取消，因为我们真的太想要去这个冰川践行了。所以呢，上个礼拜被取消之后，赶快安排了一天看起来气象不错的来做我们的第2次体验。今天晴空万里，
而且有直升机已经在待命了。看起来老天也是不想让我省这16000的团费，应该会成功的吧？我们现在一样，先到2楼去报到。我们今天是这一间 Tasman 的 Glacier Heli Hike。报到完成后，我们要去更换他们提供的雪靴，也会免费提供羊毛袜、雪地必备的冰爪，他们也有提供。教练会直接帮忙带去冰川上。如果没有防水外套，也可以免费租用。出发前，工作人员会讲解安全注意事项。现在要登机了！哇，我们今天跟机长一起坐哎！嗨 ，Thank you。登机后要系好安全带，并戴好耳机。我们的机长不止和蔼可亲，在飞行途中也会很热心地讲解周围的景观与地形。大约飞行10分钟，我们就来到了雪白的世界。从空中俯瞰冰河，真的好美。直升机降落的时候会扬起地上的白雪，向导也已经蹲在旁边准备接机。我们离开直升机之后，要赶快蹲在这里，因为直升机的螺旋桨很可怕。我们刚刚在穿我们的冰爪，还有拿登山杖，现在开始冰河健行了。我们这个是2周以来第一次成团，所以雪现在非常的厚，我们现在都踩在雪上，还没有踩到冰河。这个雪厚到爆，所以向导教我们要跟好，我们就是踩着前面的人走过的足迹，这样子就是最安全的，因为我们不确定踩下去会不会稳固。那因为雪地会反射阳光，所以我们就要戴好墨镜，这样子才会保护好眼睛。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所以现在的冰河已经比之前还要再矮了300公尺。它冰河的高度越来越低，但是越来越低的地方也是越来越热，所以说就会加速冰河的溶解。然后冰河溶解之后，峡谷这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石头，然后石头就会掉下来。所以这边就有一些石块。向导说这边原本是有一个冰洞的，但是因为前几天一直在下雪跟下雨，所以现在雪已经把它们覆盖起来。因为山上的天气变化很多端，所以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一次的冰河健行都是一个新的体验，超酷的。向导也不知道这一次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然后向导也很好，都还会一直往后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队伍。到了定点的时候也会帮忙我们拍照，超赞的。向导说这边没有水可以喝，但是我们可以吃雪。哇，这个雪有够绵的，哇，我来吃吃看。好像在吃雪花冰哦。也蛮好吃的，再吃一口好了。超绵密的，哇，这个雪好赞哦。哇，第一次吃到冰川上面的雪。现在我们已经要准备进入传说中的冰洞啦。这个冰洞摸起来都是真正的冰，哇！而且这个冰洞会随着光线还有冰层的厚度而产生不一样的千变万化的蓝色。哇！现在要走出冰洞，哇，超壮观的！抵达冰洞后，向导除了会解说冰洞形成的原因，也会留给我们很多的拍摄时间，让大家都可以跟难得一见的冰洞拍照留念。未来冰河会完全消失，所以这一定是非常珍贵的回忆。来纽西兰真的一定要体验看看冰川健行，寻找冰洞，太奇幻的行程了，好棒哦！而且山上空气非常的清新。我们健行的后半段走到地形变化丰富的区域，向导都很细心的协助大家通过。Yep, stop. Oh, thank you. 哇！跨越了冰河裂缝 ，Thank you. Morris, welcome. Ocean Guide. 我们走在冰川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地形起伏，每一个地方看过去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奇观。
像这里哇，好美。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最近一直在下雨跟下雪，所以这边的地形会改变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冰洞看到的就比较少一点，因为怕会不安全。每一个地方都好美，一大块雪 ，Oh my god！ 再吃一口，好吃。免费的冰耶！教练也都有帮我们做一些辅助的用具，方便我们爬行。哇！帅！也有很多人来纽西兰会参加西海岸比较低海拔那边的弗朗兹约瑟夫冰川，还有那个福克斯冰川。但是因为那边的海拔比较低，所以就没办法看到这种被群山环绕的这种壮丽景色。而且他们的直升机坐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大概是有这边的一半。而且如果我开了7个小时的车，然后到那边就跟我说被 cancel 掉的话，那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延后1周，可能就真的得取消了。击推塔斯曼冰川健行，跟我们同行的人说比跳伞还要值得好几倍，而且它的坡度没有很大，所以说走起来算是蛮轻松的，很推荐，老少咸宜都可以。我们很幸运的看到自然发生的雪崩。That's a good one. 哇！ Very lucky to see that. 离开前记得也要体验一下被直升机喷冰。3个小时一眨眼就过了，回程的时候会更换座位，让大家都有机会坐到前排或是靠窗座位，这点真的蛮贴心的。我们跟新朋友都好喜欢这次的体验，回程的飞行比去程还要再更加精彩。因为机长会带我们飞到雪山之中，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壮丽的雪山，有种置身于仙境的感觉，真的好舍不得离开这里。这个冰河太美啦，光是这个飞行体验就值回票价了。我们的冰川之旅结束了，超赞的！不枉费我们排了那么多天的纽西兰之旅，然后再多排个大概2天的弹性行程。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调换，让我们最后也能够玩到一些因为天气没有办法成型的活动。大推冰川，大家来纽西兰一定要来玩。要怎么参加塔斯曼冰川健行呢？先找到我在资讯栏帮大家整理的冰川健行连结，购买完成后在指定时间到库克山机场集合就可以咯。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来库克山一定要走的胡克峡谷步道 （Hooker Valley Track）。这个步道全长10公里，来回大约要3个小时。因为沿途风景丰富多变，每个转身或转弯都能看见好像明信片一般的美丽风景。加上因为沿途没有什么爬升路段，所以老少咸宜，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条路线。步道的终点有 Hooker Lake 胡克湖，可以拍到壮丽的库克山倒映在湖面的绝美画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库克山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走这一条胡克峡谷步道。我们从胡克峡谷步道的登山口，大概走5分钟就可以到这个阿尔卑斯纪念碑。那这个阿尔卑斯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所有在库克山罹难的登山者，还有一个尖尖的造型。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停车的停车场。然后这一边四周都是很漂亮的风景哦。胡克峡谷步道会经过3座吊桥，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第1座吊桥了。第1座吊桥可以看到下面的河，1座吊桥限20个人而已哦。河的后面就是非常漂亮的雪山，这沿途的风景真的很漂亮，超美的。
边走一边拍，经过了接近1个小时，已经可以看到第2座吊桥喽。第2座吊桥走过去，就已经大概是1半的距离了。经过第2座吊桥之后啊，我们底下的道路就会变成现在我走的这种木栈步道。那木栈步道啊，除了有架高之外，它看起来也是更加的有延伸感，看起来就是高雅又幽静。也可以往回拍，看起来都不错。经过第3座吊桥，走大概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一座胡克湖了。胡克湖的湖面上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冰山，因为这一座胡克湖原本是胡克冰川融化之后形成的冰河堰塞湖。那平静的湖面上漂浮着冰川，再到远方那边有美丽的山头，路上皑皑白雪，非常的漂亮。这里很幽静，真的很推荐大家走这一条胡克峡谷步道。而且这边还有一些高山小动物，不知道是什么鸟的。辛苦走完步道之后，看到美丽的风景，一切都值得啦。沿途的起伏没有很大，只有在过了第3座吊桥之后，有一点点的上坡，甚至还有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然后还有背着小婴儿，也一起来体验这一条步道哦。要前往胡克峡谷步道，可以导航 Hooker Valley Track。现在到了我们今天入住的饭店，库克山最有名的影视饭店。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来库克山的时候，住 Holiday Park 睡车上真的被冷到了。这一次我们决定回来冰川健行，来住饭店，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睡眠。那这间饭店啊，厉害的点就是有大面的落地窗，不止在餐厅，还有房间都可以看到 Aloki 库克山。那这间影视饭店虽然室内空间没有到真的非常大，不过它在库克山上已经是最高级的饭店了，有4星级，而且它的这一个阳台呢，可以看到库克山，这就是它最大的卖点。如果在库克山想要有个很温暖的晚上，然后不会被冷到，又能看得到库克山景的话，影视饭店绝对是你的第一首选。但如果跟我们去其他国家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一个高山饭店偏贵，7500元，然后房间这样子小小的一个。那厕所的部分做一个干湿分离，小小的淋浴间，然后小小的如厕空间。7500的话，可能在山上吧，就包容一下。不过我绝对推荐大家来库克山，非常漂亮。超美，一定要来库克山。如果你对住宿品质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可以跟我们一样住 Holiday Park， 或者是其他的饭店。然后吃早晚餐的地方就是这里，大片的落地窗，阳光洒进来，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库克山。在这边用餐的话是非常棒的。要怎么前往影视饭店呢 ？Google Maps 导航 The Hermitage Hotel 就可以抵达。从库克山前往皇后镇大约需要3个半小时。建议大家可以在中间的瓦纳卡休息。瓦纳卡拥有纽西兰南岛最美湖边小镇之称，位在纽西兰第4大湖泊瓦纳卡湖的南端。今天要吃的是瓦纳卡这边很有名的面包店，这一间 Pembroke Patisserie。那我们今天坐在门口旁边的这个位置，非常有 feel 哦，还有配着这个砖墙跟椅子。那我们今天点的是3个东西。这个是热巧克力，然后一个柠檬派，差点掉下来，吓死！焦糖海盐的甜甜圈，马上来吃吃看好不好吃。这个柠檬派啊，它下面是柠檬塔，配上柠檬酱，然后中间还有一点奶霜。它下面那个柠檬塔的脆皮很酥脆，配上酸酸甜甜的柠檬酱，很好吃。但你如果单吃这个奶油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比较甜一点，因为它奶油馅给的非常多。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太甜的人，可以挖掉一点奶油，然后多吃一点下面的柠檬。这个焦糖奶盐 donuts， 大家看看里面的馅料超爆多，有够多的。整个甜甜圈的口感是偏比较扎实一点，然后糖粉的量我觉得算是给的蛮 OK， 刚刚好，不会太甜。配点温温热热的巧克力，在室外那种冷冷的冬天也是不错。刚刚看了一下刷卡的金额，非常惊人，这样总共台币407。2个蛋糕，1杯饮料，我觉得非常合理耶。我们前几天在库克山的 Astro Cafe 也是点2个东西，然后1个饮料，就600多块。我觉得这个完全搞不好比台湾还便宜耶。
台湾的咖啡厅这种有装潢的很漂亮的，然后东西看起来很精致的，说不定都比这个还贵。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吃吃看。啊，它很有名的也是可颂了。那我们今天胃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吃可颂了。要前往这间好吃的面包店 ，Google Maps 导航 Pembroke Patisserie 就可以了。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瓦纳卡的孤独树。孤独树它平静地伫立在瓦纳卡的湖面上，也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寂寞的树。那因为这里只有它一株，而且看起来是非常的与世无争。它的孤独跟洒脱，然后配上这个绝美的湖面，哇，太漂亮了，吸引世界各地的摄影师还有游客前来拍摄。来到瓦纳卡，可以在岸边这里散散步，看着远方白雪覆盖的山脉，还有这一棵孤独树跟瓦纳卡的湖面，看起来是可以让整个心都平静下来。非常推荐大家过来这边看看。大家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到瓦纳卡码头这边的白色沙滩，走在上面漫步，享受悠闲的下午，非常舒服。而且阳光洒过来是很温暖的，比蒂卡波还有库克山都还要温暖非常多。而且这边也都有一些船，你可以租船划 SUP， 在这个瓦纳卡湖之中。瓦纳卡湖给人很舒服而且很放松的感觉。也有看到当地居民一边在湖边散步，一边陪可爱的狗狗玩你丢我捡的游戏。要怎么前往孤独树呢？导航 Let Wanaka Tree 就可以抵达。如果要拍码头跟白色沙滩，可以导航 Wanaka Lakefront。今天我们在瓦纳卡晚上要来吃一间比较高级的餐厅，这一间意大利餐馆 Francesca。还有分户外的座位，是坐在这种玻璃屋，还有室内的空间，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这间意大利餐厅的用餐环境很不错，生意也很好，客人坐满满。我们今天点的是那不勒斯意大利面，还有超大一个玛格丽特披萨，烛光晚餐。现在马上来吃吃看。哇，这个披萨超大一个！披萨是薄皮的手工窑烤披萨，简单的罗勒叶番茄与摩佐拉起司，配上烤的酥脆的饼皮，口感真的很不错。那不勒斯意大利面口感很棒，还能吃到脆脆的口感。不过一碗要750台币，我觉得偏贵，点披萨比较划算一点。甜点则是提拉米苏，提拉米苏非常好吃。它的提拉米苏是非常软、非常绵密的那一种，然后它的膏体会比台湾的那一种提拉米苏再更少一点，所以吃起来更加入口即化，整体没有苦味，再带一点淡淡的酒香，是很好吃的甜点。这是一间气氛、食物都很棒的餐厅。那前往这间意式餐厅可以导航 Francesca Wanaka。吃完晚餐后，我们再来吃小点心。今天要吃的是 Charlie Brown。这间是瓦纳卡当地很有名的法式薄饼小餐车，现在都可以看到它冒那个热烟，热腾腾的。我们今天点的是白巧克力蓝莓口味，非常好吃，冷冷的天，非常热热的，而且它的饼皮是非常薄，然后很嫩很嫩的那一种，吃起来很爽口。然后配上里面的那个白巧克力跟蓝莓馅，也不会太甜，吃起来超赞的。大家可以来这边吃哦，它是当地很有名的小店。要吃这间法式薄饼，可以导航 Charlie Brown Crepes。下一个纽西兰的闭关景点是在瓦纳卡这边的薰衣草农场。瓦纳卡薰衣草农场入园门票不会很贵，7块纽币而已，大概140台币。然后我们今天多买了3块钱的饲料，你可以选择喂羊或者是喂羊驼。夏天的时候，这一边就是满满的紫色薰衣草，可惜我们现在冬天来，那薰衣草它就没有开成紫色的一片，不然这里应该会是很漂亮的。不过这边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喂食。哇，是羊驼哎！他的力气好大，我用手拿好了。好痒！你看他的脚不安分。好痒！我觉得他会被我吓到。它这只好乖哦！我也想要摸它。哇，哎，它的毛好
好像羊哦。好，这些小羊好可爱哦，它们都还有穿那个一件小背心，是白色的。不过我们如果买羊头的饲料，就不能给这些小羊吃，因为对它们不好。薰衣草农场除了可以喂羊驼还有小羊以外，也有很多动物，像是迷你马、驴子、山羊与绵羊等等多种小动物可以观察。农场后方人比较少，还能看到瓦纳卡后方的雪山哦。这边其实现在淡季，薰衣草没有开，所以人也很少。我们在这边喂羊驼是很好跟他们一起拍照的。那过几天我们也会去阿卡罗啊，那边的农场就是连这个围栏都没有，可以直接在里面跟羊驼合照，跟他们距离更近，所以要更小心。我们来这边先训练一下。售票中心这边会有很多的香氛精油，是薰衣草香味的，一进来就能闻到香香的薰衣草花香。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卖 honey 那个蜂蜜的，然后这边也有那个有名的薰衣草冰淇淋可以在这边买。啊，这边有各种果酱，也有提供水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如果是在花季过来玩，还能看到跟他们官网一样整片的美丽薰衣草哦。那前往瓦纳卡薰衣草花园可以导航 Wanaka Lavender Farm。我们现在刚从瓦纳卡码头逛完，要来吃午餐。我们今天吃的是码头对面这间 Big Fig。那 Big Fig 它的点餐方式很简单，有大中小的盘子。无论哪一种盘子的大小，它都可以选择一样肉。小盘子的话就是选3菜，然后中盘4菜，大盘5菜。那我们今天就是选了5种菜。菜的部分啊，算是蛮新鲜的，可以补充很多膳食纤维。因为如果外食的话，比较少可以吃到菜。那这餐应该是我们在纽西兰吃到最多菜的一餐。它生菜沙拉很好吃。然后米饭的话，这种长米饭就没有那么好吃，台湾的比较好吃。它反正只是食物的原味。那牛肉的部分是红酒炖牛肉那种比较嫩的那种牛肉，整体吃起来是算很健康的。想吃点健康餐，可以导航 Big Fig Wanaka。因为我们在瓦纳卡待了2天，这边其实没有太多热门景点。瓦纳卡最有名的步道 Roy's Peak 来回又要走7小时，而且我们刚走过库克山的胡克峡谷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附近一个隐藏的景点哈威亚湖。这个湖啊没有到很大，但是这个湖景非常漂亮，你可以直接看到被3面山环绕，然后湖水还倒映着山脉。这边不像那个瓦纳卡那边那么多房子还有船只，这边是真正的大自然，什么都没有。然后这里就一个椅子，然后一棵树，非常安静，景色一级棒，超漂亮。尤其是我们已经大概5点左右过来，天快要黑的1个小时之前，光线极佳，拍起来非常好看。如果你的时间没有很赶的话，刚好有待瓦纳卡待2晚，其实可以来这个冷门景点看看哦。哈威亚湖的宁静让人感到非常放松，坐在椅子上看着美丽的山景与湖泊都是一种享受。要拍到美丽的哈威亚湖，可以导航 Wedding Tree。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快没有了，要来加油站加油。那纽西兰因为地广人稀，所以说一定会需要自助加油。那教大家怎么加油。首先找到这台机台，然后它写 1， 按1就是 fuel， 就是加油。按1之后他跟我说要选一个 pump， 就是我是几号的。那我现在要加7号，那我就是按7。然后 7 OK。然后 insert your card 就是把我们的卡片插进去。那我们操作了一下之后，它会叫我 enter 一个 PIN 码。那 PIN 码就是那个预借现金密码。这个密码非常重要，你来那个纽西兰之前，一定要先去银行把预借现金密码打开，你才能够输入这个 PIN 码。好，那我们现在完成了就可以取卡。然后他说我们已经 ready 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加油。上一次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先去开这个预借现金密码，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助加油，都要去请人加。然后我们把那个加油油箱打开之后，我们这个露营车是加那个柴油的，所以我就拿柴油。那一般的话，
看你是加91、95的都可以自由选择。然后呢，插进去之后，跟美国一样，就是按加油之后呢，这边会有一个卡扣，把它扣起来，这样子它就会自己加，然后加满之后就会跳起来。然后它现在就是已经在计钱了。最重要的就是记得多带几张信用卡，避免你在荒郊野外没办法加油。然后一定要记得打电话给银行，开启预借现金密码，你才能输入 PIN 码加油。然后那我加完油之后呢，我就回到机台，然后按2号就是 reset， 然后它就会叫你再插进去一次你的刚刚加油的卡。我们把它插进去之后，它就会授权，然后你就可以把卡抽出来。收据就会出现在这里啦，你就可以带走了，这样就完成了。大家学会了吗？我们现在来到纽西兰最著名的冒险之都皇后镇。皇后镇是国际知名的极限运动重镇，甚至有世界冒险之都的美称。皇后镇在风景优美的瓦卡蒂普湖畔，周围群山围绕，很漂亮。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 Skyline 天空缆车。天空缆车是南半球最陡的缆车，坐上缆车可以到皇后镇的最高峰450公尺高的鲍勃峰上面，俯瞰整个皇后镇，还有瓦卡蒂普湖。而在售票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方案，有只有赶多拉缆车的，还有加上 Luge 斜坡滑车的，然后还有可以在上面多吃午晚餐餐厅的，这种多种套票组合都可以自由组合。那我们今天是只要搭赶多拉跟 Luge， 所以我们就在现场买。那如果你还要吃午餐的话，可以上 KKday 买优惠套票，会比现场买更便宜哦。这个缆车它是10人座，最多可以一次坐10个人。因为现在我们太早了，所以我们2个人直接包车。我们搭上缆车就可以看到后面的皇后镇市景，还有瓦卡蒂普湖，超漂亮的。而且这个缆车也是很安静的那一种。随着缆车逐渐上升，皇后镇的市景映入眼帘，从高处俯瞰皇后镇的美景，你们一定要来体验。天空缆车下来之后，就可以来到山顶的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可以直接俯瞰深蓝色的瓦卡蒂普湖，还有皇后镇的市景。远方还有绵延的山脉，还被皑皑白雪覆盖起来。这种大山大水的景色，看几次都不会腻。我们前2次去新加坡的时候都有玩斜坡滑车，斜坡滑车非常好玩。现在来到纽西兰，斜坡滑车的发源地，当然也要来玩玩看斜坡滑车喽。纽西兰的路线只有2条，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选择完成3次的斜坡滑车。那我们现在要搭乘空中吊椅喽。在搭空中吊椅的时候啊，这里都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所以呢就可以更好的拍美照。但是在拍照的时候也要小心拿好我们的相机，不要东西掉下去喽。后面就是漂亮的瓦卡蒂普湖喽。到了山顶，不只可以看到瓦卡蒂普湖，还可以看到斜坡滑车蜿蜒的赛道，看起来比新加坡的还要再更长哦。放到中间就会前进，放到底或往后拉都是刹车。好了，咱们要开始玩喽，冲啊！斜坡滑车玩累的话，这边有一间咖啡，还有一些轻食、小点心啊，还有面包、水果、饮料，还有寿司盒也有，可以在这边吃点小东西，补充点体力。我买了一杯草莓的奶昔，然后还有一盒寿司餐盒。然后在这一边的餐厅，还有整片的落地窗。如果我们早一点来，运气好一点的话，搞不好还能坐到窗边位。窗边位就是看出去，跟那个观景台的风景是一样的。在这边一边看风景一边吃东西，也是很棒的体验。如果有买包含午晚餐的方案，也可以坐在景观餐厅，边吃饭边看风景哦。天空缆车站这边有一间纪念品店，还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纪念品，经过了精挑细选，最后我们决定买这一只立体小绵羊磁铁。
我们的磁铁墙又多了一个伙伴啦，也有很漂亮的明信片，跟各式各样的小动物。纽西兰特有的奇异鸟。要怎么搭天空缆车呢 ？Google Maps 导航 Skyline Queenstown 就可以到售票中心。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来吃一间特别的店，它是被 CNN 评比为世界第1的汉堡店 ，Burke Burger。Burke Burger 不只是名气很旺，所有来皇后镇的人一定都会吃以外，许多在地人也会过来吃，因为它实在是料多实在，非常好吃。我们赶紧来吃吃看吧。Burke Burger 上来了，我今天点的是 The Burke Burger， 是他们的招牌哦，牛肉汉堡，然后我还有加起司，超大一个，跟我的脸差不多大了吧？来试试看。好好吃，料多实在，超赞。我们还要点一个洋葱圈，还有那个大蒜蛋黄酱，也是烤得很酥脆。一盒只有这样子，稍微有点少。那汉堡真的厉害，那个加 cheese 的17.5纽币，350台币，但超大一个。以纽西兰的物价来说，应该还算蛮划算的哦。这个是烤猪五花肉的，我来吃一口看看。很好吃，我不敢相信它的烤猪五花是脆的，它的烤猪五花上面有一层脆皮，有好吃的 ！Oh my god， 颠覆我对猪肉汉堡的印象，太好吃了。天啊，有够好吃的哎！来这边的话，真的可以点点看猪肉汉堡，超赞。我个人觉得烤猪肉汉堡居然比牛肉的汉堡还要厉害，非常惊艳。刚刚吃完 Burke Burger， 我真的觉得它太好吃了，非常值得大家来纽西兰皇后镇一定要去吃，超棒！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汉堡店无误。但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还会不会再吃到更好吃的汉堡，就是它的汉堡整体就是很料多实在，超大一个，大概是摩斯汉堡的3倍大，然后汁又很多。我觉得它的那个酱料甜甜的，再配上那个生菜，超级清爽，而且它的汉堡排的肉汁又很多，吃起来完全不会干柴，超赞！大家来纽西兰皇后镇一定要试试看哦。这间 Burke Burger 因为太有名了，所以它旁边也有开一间 Burke Baker， 是吃面包的。这旁边有一间 Miss Burke 是吃冰淇淋的，然后另一楼还有一间 Burke Bar 是喝酒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吃汉堡、喝点酒、吃冰淇淋，还有吃面包的话，在这边4间店可以一次搞定。晚上我们决定到 Burke Baker 试试看他们的面包到底好不好吃。店里的面包种类蛮丰富的，有甜有咸，还有咖啡饮料可以选购。他们说 Pork Belly 的这个五花肉苹果派很好吃，我们就点来吃。五花肉真的是非常软嫩，带一点苹果派，甜咸的，然后酥脆的外皮真的有好吃。来前往 Burke Burger， 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就可以咯，旁边就是 Burke Baker。现在到了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 Deer Park Heights 鹿园高地，它是在皇后镇旁边这个小山丘这个高地上面，可以看到整个皇后镇的市景，还有瓦卡蒂普湖，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可以喂食哦。我们要开进 Deer Park 前啊，它会有一个把我们挡住的栏杆，我们预定完成之后，它会寄密码到我们的 email。我们可以开着我们的车子，然后沿路上我们就一边喂食动物。那到了一些地方也可以下车喂它们，有猪啊、羊啊、鹿啊等等，非常多的各种小动物，很可爱哦。那我们要准备一个2块钱的纽元硬币，丢进去这个桶子里，就可以拿到我们喂食动物的饲料。
刚刚我没注意看他的解说，上一个人把他拉出来之后没有推进去，所以我的2块被吃掉了。现在我要重新拿着这个罐子放过来，然后2块钱投进去，再拉，再拉。OK， 满满的1罐食物，哈哈哈哈，这一只猪已经想要吃了。哈哈，好啊，我给他们吃一点好了。啊，给吃。哇，鸭子跑超快。有一只羊在我的车窗旁边。我们现在旁边就有一只鹿哎，太可爱了！你帮我拿过去看看。好近哦！我应该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头上有鹿角的小鹿。我要把饲料丢得很远给他们，因为这样才不会刮伤我们的车。哇，在吃了耶，好可爱哦！ Deer Park Heights 可以近距离的跟动物接触，还能看到整群的鹿在草原上跑跑跳跳。一旁还有漂亮的瓦卡蒂瀑布可以欣赏哦。我们现在已经开到更高的地方了，这一边看过去视野超好，那一边夕阳照下来，金色山脉，哇，漂亮！然后这个牌子呢，表示是在魔界场景有出现过的哦。我们到 Deer Park Heights 的最高点，直接可以看到下面整个皇后镇的城市，还有这边的夕照金山，超漂亮的。Oh my god！ 电影《魔戒》也有许多的场景是在 Deer Park Heights 取景拍摄，夕阳洒落在雪山上，搭配下方的城镇以及湖泊，真的非常漂亮。纽西兰的动物都是采用放牧饲养，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真的觉得生活在纽西兰的动物好幸福。在离开 Deer Park Heights 之前，还会再看到不同种类的动物，可以隔着栅栏喂食小马，也有很多绵羊。这些绵羊看到饲料全部都蜂拥而至，而且每只看起来都超胖，看来这边的伙食非常好呢。全部羊都来了，大家都想吃好吃的。要前往 Deer Park Heights， 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就可以到达他们的入口处。进入之后呢，后面整片的山丘都是鹿园高地哦。现在我们要来吃皇后镇这边很有名的一间早午餐店，它的评价非常高。这间店叫做 Accent， 它的环境也是装潢的很漂亮，然后餐点听说也不错，赶快来吃吃看吧。今天我点了一个班尼迪克蛋，有培根，还有很大量的蔬菜。另外一个是汉堡，这个汉堡是混合了牛肉跟猪肉的。它的汉堡吃也是蛮多的，虽然它的分量比 burger 还要再小一点，但吃起来也是还蛮清爽的，感觉吃起来算是偏健康的汉堡。它的肉啊是猪肉跟牛肉混合在一起，所以吃起来的味道算是蛮特别的。我把它的肉抽出来给大家看，下面也是煎得很酥脆，它是 barbecue 的烤法，好吃。那现在来试试看班尼迪克蛋，整体口味偏酸，搭配的烤培根就是我觉得算是比较一般般，吃起来就是健健康康的味道。但我真的觉得汉堡比较好吃，只是它整体分量的话会比 burger 再更小一点，所以比较适合当早午餐吃。如果你要当正餐吃的话，可能就会男生会觉得不太够，女生应该会觉得刚刚好。他们看起来的分量虽然不大，但是吃完之后其实也是蛮饱的。它整体的用餐环境是很明亮、舒适的，是一间也很不错的小店。要吃这间早午餐，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 Accent 就可以找到。吃饱饭后，可以到皇后镇的沙滩或者是码头边散散步。光是在这边看着这漂亮的湖面，都是一种享受。湖边也有很多海鸥，很适合来一张美照。大家来皇后镇的话，也很推荐来逛这间 Altea Gifts。这间我们在蒂卡波已经逛过了，它是
纽西兰最大的连锁礼品店，它已经开在这边大概快50年，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开在皇后镇的市政府楼下。那 Aotearoa 就是毛利语的纽西兰的意思，所以它的名字设计也是算非常的有意义。它里面就是卖了各式各样的礼品啊，你能送人的各式各样的都在里面。像我们就买了纽西兰一定要必买的伴手礼麦卢卡蜂蜜，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绵羊。要买伴手礼，导航 Aotearoa Gifts Queenstown 就能抵达。买完纪念品跟伴手礼，我们走到另一区逛街。我们现在在皇后镇这边的商场，它百货公司以这间 Giorgio Armani 好像是这个东西吧，黑曜石精华水。我女友说这一罐在台湾要卖5000块，这一罐126纽元，退税后126纽元，2520台币。然后它更厉害的是，我们现在这3天刚好有一个32%的 cashback 反馈，我们买这种美妆用品还可以返现32%，所以等于我们买只要68折而已，然后返现的那个钱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百货里认折，所以应该算起来超级便宜吧，等于是半价再6折哦，3折价哎。如果喜欢买美妆的，应该也可以来皇后镇的那个商场挖挖宝。逛累了，这边还有一个超大的 lounge， 可以在这边休息，很舒服的一间百货，超赞的。皇后镇真的是太好逛。刚刚啊，经过这间 Superdry， 它外面写一个50%哦，想说继续逛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吧？结果看到一件雪衣打5折，原价12000变成6000块，超划算。2万厘米的防水，去滑雪的时候都可以穿。然后平常也可以当雨衣，像我的 Gore-Tex 一件薄薄的，在台湾买就6000多块了，还是周年庆哦。现在这一件雪衣超猛的，而且它还有内件那种类似 GPS 的东西，你如果在雪地迷路啦，或者是需要救援的话，直升机什么的是可以搜寻得到的，超厉害的，6000块，超划算的。我逛的这间百货公司是 T Galleria DFS Queenstown，Superdry 也是在同一条街上。皇后镇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不愧是冒险之都。但非常可惜，我们要走的时候才出现蓝天白云，所以没有机会去跳伞跟玩滑翔伞。但如果来这里的时候遇到好天气，一定要赶快去玩那一些活动。我们要骑魔界的场景，耶！ High five! Yeah!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good! 啊，纽西兰人真热情啊！这一集我们要前往世界第8大奇迹——米尔福德峡湾。那今天我们是报名 Klook 的1日团，有这台超大的游览车带我们开10个小时的车，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来回开那么久。 不用舟车劳顿，然后我们还有包含了等一下到米尔福德峡湾的船票，然后还可以在船上吃美食。一大早天都还没亮，1日团就派计程车来饭店接我们，到皇后镇的码头边集合。那这台车非常大台，而且它的位置超舒服的。这个是我们的位置，它的后仰角度很大，所以坐起来很舒适。而且这台车的玻璃 擦得非常干净，可以沿路看美景，然后它甚至上面也有哦，所以你是360度都能看到漂亮的风景。坐车前往米尔福德峡湾喽！沿路的美景，司机都会停下来让我们拍一下，然后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漂亮的雪山。 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非常漂亮。1日团的优惠链接我一样放在底下资讯栏，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看看。进入超长隧道，可以深入南阿尔卑斯山脉群。出隧道后，眼前出现的景色是这段公路最美的，有种来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不愧是纽西兰官方认定最具特色的公路。可以从我们车里看到纽西兰的高山鹦鹉，哎呦，它想咬我！ 嘿嘿嘿！包含休息，经过了5个小时，终于抵达登船处。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米尔福德峡湾。
米尔福德峡湾是被收录为世界遗产的景点，甚至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哦，非常漂亮。这边一整年365天有1半多一点的时间都是雨天，我们运气很好，遇到了一个大晴天。这一台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船，还蛮大台的哦。我们等一下在上面用 buffet， 然后在米尔福德峡湾航行，乘船游览米尔福德峡湾是最棒的方式，可以看到最多的景点。船上的座位非常的多。然后这边是船长室，有很多的器材，然后我们都可以出去。这台船超大的，我们现在在第2层，当当，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码头登船处。那我们今天选的是坐窗边位，这样就可以一边吃一边看风景。那这边也有提供免费的茶跟饮料。我们这一艘船有3层，我们现在到了顶层甲板，这边视野是最好的。可以看到米尔福德峡湾。现在船已经开始航行了，我们就一边吃着它的buffet的菜色蛮多的。船上的buffet很丰富，有生菜沙拉，还有多样化的肉，主食有饭、面、烤马铃薯。坐了大半天的车，中午一定会饿，推荐大家买包含午餐的方案，食物都蛮好吃的哦。米尔福德峡湾的 U 型峡谷是冰河侵蚀而形成的。当冰河顺着倾斜的山向下移动的时候，山谷就会被冲刷跟侵蚀，然后等到冰河解冻跟溶解的时候，就留下一个 U 字形的峡谷。我们现在到了瀑布底下，这边有一个彩虹，然后这边可以直接感受到瀑布的水花飘过来，哇哦，太神奇了！哇，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瀑布哎。这些水花都喷上来了，哇，太壮观了！大家看这个瀑布，有够高的，哇！尖尖的，就是主教冠峰。那因为它的形状长得很像主教的皇冠，所以而得名。它同时也是米尔福德峡湾这边很标志性的山峰，更是全世界最高的临海山峰之一。我身后这个是标高接近150公尺的斯特林瀑布，哇！现在在瀑布底下的水雾都上来了，我们正在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耶！呜呼！哇！喷得我满脸是水啊，耶！以前在上地理课的时候，都常常会看到 U 型峡谷的图片，但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证 U 型峡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很推荐大家来参加米尔福德峡湾的1日游活动，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而且又不用开10小时的车，沿途还能够欣赏风景，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啊！在纽西兰那么多天，我们吃了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但是实在是太想念亚洲味了，所以我们现在来亚洲超市，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亚洲食品，我们就买了这个益美的葱抓饼，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繁体中文，沙茶肉干、卤蛋茶叶蛋，还有我们熟悉的火锅肉片。我们打算今天来煮火锅，这边刚好就有海底捞，我们就买一个3鲜的汤底。然后来配响铃卷包肉好了，这些是我们的火锅食材。虽然3鲜火锅跟台湾的海底捞味道差超多，但热热的火锅超适合亚洲味。米尔福德峡湾1日游，早去晚回，当天要好好休息，隔天我们要接着前往格林诺奇。格林诺奇是在瓦卡蒂普湖最北边的小镇，这一个小镇距离皇后镇大概45分钟的车程。
格林诺奇清幽静谧的环境，甚至让这里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小镇。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格林诺奇码头。格林诺奇码头可以隔着湖泊跟整排的雪山对望，非常漂亮。而且格林诺奇是三面环山的，加上这个小镇总共不到500个人，非常的清幽。所以不像皇后镇那么商业化，是遗世独立、纯净自然的美丽小镇。就连电影《魔戒》跟《纳尼亚传奇》都在格林诺奇这里大量取景。在码头的旁边还有一个红色小屋，这红色小屋是一个小型博物馆，里面有格林诺奇早期的图片跟历史。然后因为它很乡村风的外观，加上这里唯美的风景，这也是大家来格林诺奇都会拍的一个著名地标。要怎么前往格林诺奇码头呢？导航 Glenorchy Wharf 就能抵达。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在魔界的场景，骑着马渡河。我们今天报名的行程是1个半小时的。那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可以在魔界的场景中骑着马，这是台湾没有办法体验的，因为台湾都是在那个小马场而已。那这边的话，我们是真的骑在路上，然后甚至还可以渡河，走过各种地形，这是非常特别的体验。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骑的小马。然后这一边会有很多的装备，是我们等一下要来换的，就要穿上他们的头盔，还有马靴，还有他们的衣服。哇，戴着他的帽子，穿着他的背心，看起来就像骑马师、马术师啊！哇，帅哦！骑马之前，教练会先讲解骑马的注意事项。This is Houdini. Houdini. 这就是我的马 Larry。哇！我们现在在带着马在马场这样子晃一下。熟悉过后，教练才会协助上马，循序渐进的教学，让我们对马更了解，也能更放心的骑马。上马后也会先在马场内练习。教练会教我们怎么使用缰绳来对马下达前进与后退的指令。练习完成，我们就要准备上路喽。骑到围篱外就是自由的领域啦。我们要在魔界场景骑马，并且挑战骑着马渡河。马儿被训练得很好，会自己排队跟好队伍。如果快撞到前面，可以把缰绳向后拉，提醒它走慢一点。哇，太漂亮了！我们要渡河了。过河的时候，他们也会停下来喝点水。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好梦幻，一边骑马看风景，好像真的走进奇幻小说里面。小时候我刷了好几遍的《魔戒》，然后刚刚教练说，我们后面这个景色就是在《魔戒》里面的艾辛格，艾辛格就是在这里拍的耶，好赞哦！以前只能看电影，现在终于能够在《魔戒》真正的场景骑着马渡河，超赞体验。刚刚教练说我的马 Larry 他是7岁的小马，那马的年龄要乘以3倍才是人类的。所以他是21岁的小青年。我们现在要渡河喽！呼呼，耶，超赞的！啊，我们超幸运，这一团只有我们2个人而已。然后教练超亲切的，一路上都会跟你一起聊天，然后还会告诉你各个景点啊，或者是一些小知识。骑了1个半小时，哇，超好玩的！好开心哦！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骑马，超赞的体验。Larry 好棒哦 ，Good boy！ 我觉得1个半小时根本不够，好想要再继续玩。哇，超好玩的！大家如果有来格林诺奇的话，非常适合来这边体验看看真正的户外骑马。
骑完马还看到马场的工作人员在帮马儿修指甲。教练说马儿是他们的好伙伴，每周都会给足够的放假日。看他们玩得那么开心，马场应该把他们照顾得很不错吧。我参加的这间是 Light Horse Adventures， 建议去之前可以先上网预约或打电话询问有没有名额，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从格林诺奇开车回皇后镇的路上，一样有很美的景色。有到皇后镇的人真的很推荐安排一天来格林诺奇逛逛哦。我真心觉得米尔福德峡湾还有格林诺奇的骑马体验，是我这几天来纽西兰目前玩到最棒的体验，非常的值得，而且很特别。如果刚好有钱有闲的话，一定要来参加看看。那纽西兰的最后几天，我们要到白石小镇奥马鲁，看看全世界最小的蓝企鹅归巢的可爱画面，还有到阿卡罗阿看羊驼。那因为我们太想去上礼拜被取消的塔斯曼冰川健行，所以我们只好果断舍弃南岛第2大城但尼丁的行程。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蓝企鹅保育中心。蓝企鹅保育中心是全球唯2的企鹅保育基地。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全球最小的企鹅品种蓝企鹅，它大概只有20到30公分，然后体重只有1公斤以内。那蓝企鹅它们的习性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上的时候，它们就从这里到海上去捕鱼，然后黄昏的时候，它们就会到近海。太阳下山，它们再一批一批的归巢。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企鹅归巢的壮观景色。那我们今天呢会坐在这一区是普通席。普通席的票价是成人45纽元。普通席呢好处就是可以看到企鹅从海上回来的画面，但缺点是比较远。那你如果不想要看企鹅从海上回来，你可以坐在那个 VIP 席，它离蓝企鹅就会再更近。VIP 的票价是成人60纽元。我觉得蓝企鹅保育中心他们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打造了这个保育区，让蓝企鹅可以在一些草丛跟山坡底下休息，避免被光害打扰。而且这边还有很多海狮在这边晒太阳，超近距离的。原本是来看蓝企鹅，没想到可以看到海狮哎！我的天哪，第一次这么近看它们。但这里有一个牌子说，请勿碰触。虽然它就近在咫尺，但大家不要碰哦。哇，好近哦，好可爱哦，超可爱的。我们看蓝企鹅归巢的时候，是全程不能使用相机拍摄跟录影。刚刚那个柜台小姐跟我说，如果你的相机是没有闪光灯的话，你在这个园区以外的地方有看到的话，可以在远远的地方拍他们，但不要打扰他们。他们之所以会完全禁止，就是怕你拍了，那其他人也想拍，想要拍的人，他们没有关闪光灯什么的，就会严重影响到蓝企鹅他们。我们看完今天的秀了，非常的精彩。我们今天非常幸运看到116只小蓝企鹅，然后它上岸的时候还会这样咚咚咚咚，在那边抖抖抖抖抖，非常可爱。刚刚企鹅归巢的时候，因为他们离那个海狮很近，然后有一个海狮直接打喷嚏，它就那一只小蓝企鹅就直接被吓到，退了3步，超可爱的。因为我们今天坐一般座位区，居然有4批小蓝企鹅，因为它的新巢穴刚好就在我们那边，有25只的小蓝企鹅从我的正前方走过去，而且是走进栅栏里哦，比那个 VIP 区隔着栅栏还近，只有1公尺，真的离我超级近的。我没想过可以这么近的看到小蓝企鹅，而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企鹅的那个颜色是蓝色的，超酷的。然后出来这里也有小蓝企鹅的小娃娃，他们按这个按钮还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刚刚真的，他们上岸的时候就是一直发出这个声音哦。保育员说他们是社交型动物，所以就会一直在那边叫啊叫啊，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地盘，不要过来。真的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非常值得花一点钱过来这边体验，支持一下小蓝企鹅的保育活动。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奥马鲁历史区。奥马鲁历史区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白色建筑物，那这些建筑物都是由奥马鲁人所建造。
奥马鲁这边盛产乳白色的石灰岩，所以他们这里的岩石就以奥马鲁岩来命名。那由于纽西兰曾经被英国殖民，所以这一边的建筑很多都有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是很漂亮的欧式建筑，有一种一秒飞到欧洲的感觉。那漂亮的建筑就能感受到奥马鲁在19世纪淘金热时期这边非常繁荣的样子。那虽然现在镇上的人口不多，但是这些欧式建筑物非常的漂亮，而且人很少，很好拍。像我现在在这条港口街，走到街底就有一个很多人来都一定会看的英国自行车。这个自行车的前轮非常大，因为当时制造它的英国人觉得轮子前面比较大，会骑得比较快。但其实它这个高度反而增加了很大的危险性。那它旁边这里有一个小梯子，可以让大家踩上去，在这边拍拍照。港口街往前再走几步，就可以到达蒸汽朋克总部。这一边可以看到这个超巨大的蒸汽火车头，还有一个飞船，非常特殊的装置艺术。那里面呢，它也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可以参观。蒸汽朋克总部的火车头，它是可以有表演的哦。这边写，你只要投入2块纽币就可以看它表演。我现在就来投看，投进去看看会有什么表演。2块钱的表演非常的便宜。哦，开始了吗？它要开始了，它在冒烟了。结果手残没录到。而且我们再多走几步，到他们的主街道上，有更多漂亮的建筑。像我身后这个议会大厦，还有这个大钟楼，也算是奥马鲁这一边的标志性建筑。然后它前面有一个纪念碑，这一个大理石立柱是为了纪念纽西兰人他们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牺牲跟贡献的人。那对面这里呢，这是银行，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后面的哥德式教堂是1866年建好的圣路加教堂，它同时也是这一整座奥马鲁小镇第一个使用奥马鲁岩建造的建筑物。它整个城市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的清幽，而且有各式各样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欧式建筑，是一个可以来这边悠闲放松一下的小镇。我们在奥马鲁小镇逛了1个下午。那现在因为肚子有点饿了，要来吃点下午茶。这一间餐厅叫做 Star and Garter， 听说它的巧达海鲜浓汤非常厉害，然后餐点的价位上也跟台湾没有差到很多，所以我们来吃吃看。餐厅的桌椅都是很有质感的实木，我们坐在窗边位，光线洒进来，非常的舒服。我真的快被吓死了，超大一份！我们本来只想要吃个下午茶，这个巧达浓汤居然跟我的脸一样大，然后这一盘炸鱼薯条也大的不像话，超扯！还有附1个大蒜面包，哇，超丰盛的，看来晚餐可能可以不用吃了。它的巧达海鲜浓汤超爆多料，好扯哦！挖到的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海鲜呢，而且重点是超大一碗，马上来喝喝看。超好喝，味道很香浓，海鲜满满，整口都是。我刚直接就吃到1口鱼，炸得很酥脆，沾一点巧达浓汤，美味，好吃，真的好吃。炸鱼薯条的外皮炸得很酥脆，沾1口塔塔酱。炸鱼薯条也很好吃哎，吃起来几乎是不太油腻的，算是很清爽型的。然后它旁边的薯条是这种比较大根的，都还蛮好吃的。它还给了非常多的蔬菜，让你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油腻。它算是很清淡、很爽口的炸鱼薯条，比我们在那个蒂哈波湖那边吃的那间更好吃。再来，这是一间宝藏小店哦，有来奥马鲁的人可以来吃吃看。市区逛完，这边还有一个游乐园，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游乐设施可以让大家玩耍，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哦。游乐场的旁边就是大海，可以看到港口上充满了许多的船只，还有海鸥。
建议大家可以接近黄昏的时候来港口边散步，可以感受到奥马鲁清幽的氛围，还能看到漂亮的夕阳哦。隔天我们开回库克山，这次天气很好，我们顺利搭到直升机，体验到冰川健行，还幸运看到天然的雪崩。回程经过我们也很喜欢的蒂卡波湖小镇，我们吃章鱼烧，刚好1个礼拜1次的 Tekapo 小镇市集被我们遇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基督城，因为我们 Holiday Park 住蛮多天了，所以呢，我们想说看看基督城的房价如何。结果居然找到这一间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以外，还有独立厕所的。当然，很不错哎，跟我们昨天住的影视饭店比起来，厕所居然还更大，然后房间稍微小一点点而已，但是房价1晚1600多块而已，只比 Holiday Park 贵个300-400块而已，非常划算，击推这一间青年旅馆。这间叫 Haka House Christchurch， 看起来也蛮新的，空间也很足够，重点是它也有厨房，还有交易厅等等的。然后又在市中心，算非常方便。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阿卡罗哇。阿卡罗哇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它在这个峡湾这里。那毛利语里面阿卡罗哇也是代表长的港口的意思。这个小镇也被叫做法国小镇，因为法国人在纽西兰唯一的殖民地就是阿卡罗哇，所以这边就保留了一些那种法国时期的建筑跟特色。那阿卡罗哇小镇离基督城市区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因为我们要准备收心了，明天就要回去，所以我们就住在基督城市区，然后开过来阿卡罗哇这边散散步、走一走。在港口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纪念碑，这一个是纪念2次世界大战死亡的士兵。那我觉得整个阿卡罗哇小镇其实跟奥马鲁有一点点类似，像奥马鲁的话，我们就是看到1战的纪念碑。然后奥马鲁它是被英国殖民，所以就有很多维多利亚式建筑。那在阿卡罗哇的话，则是法国的建筑，刚好就是英法2国。然后奥马鲁有可爱的蓝企鹅，那阿卡罗哇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的是羊驼，都是很有异国风情的小镇，而且又有一些特别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跟体验。然后阿卡罗哇它其实也有抓鲍鱼，还有赏鲸看海豚的行程，但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就挑选了羊驼农场。那在前往之前，阿卡罗哇也有很多那种法式的小店，等一下我们要来吃吃看。我们今天的午餐呢，选择一间轻食咖啡厅 The Common。这一间 The Common 它有4.7颗星，它的座位非常的有南法风，有户外的跟室内的，户外的空间非常大，这边都是一堆木椅，然后他们的店是早午餐的，室内空间也很温馨。它的这个水超像一台咖啡机的，好可爱哦！这一间店是宠物友善，而且有2只恋狗，不过我现在没看到它们，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睡觉。那因为这一个阿卡罗哇是一个南法小镇，所以呢，我们午餐就点了一个马卡龙 （Crispy Chicken Roll）， 一个炸鸡的那种三明治，然后还要点一个炒蛋，跟一个热可可，烤面包炒蛋。面包的口感是属于偏中性，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然后咬起来酥酥脆脆的，再配上炒蛋，吃起来就是很简单美味，然后不会有过多的调味这样。那现在来吃吃看这个炸鸡卷，这个炸鸡卷超大一个，超大的炸鸡。炸鸡卷也很不错，它会先把面包烤得很脆脆的，跟里面的那个炸鸡一样，都是酥脆口感，再撒上一点黄芥末，哇！我觉得这一间早午餐店好吃。还好我们选到一间不错的没踩雷，它的马卡龙也非常不错，酥酥脆脆的外皮，然后内馅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外酥内软，很好吃，甜度也算适中，不会死甜。就是那种甜点店等级的，因为很好吃，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决定再多买2颗马卡龙外带过去吃。越吃越喜欢，最后居然包色买了一大袋。
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在阿卡罗阿的沙马拉羊驼牧场。这个沙马拉羊驼牧场啊，它有非常多的羊驼，大概有160几只。他们是放牧制的，所以呢，就是不能养超过200只，不然他们的那个牧草会有可能会有吃不够的问题。它这个农场很不错的是，它是有包含导览，它会先告诉你一些羊驼的小知识啊，还有要怎么跟这个动物互动。像刚刚他那个解说员就告诉我们说，羊驼的反应非常慢，所以你不能在它旁边有很大动作，或者是挥手这种很快速的动作。他说这里都是厕所，我们要走回来。这一区草丛区是厕所，所以刚刚我们差点踩到大便，应该没踩到吧？啊，没踩到，好险啊！他说他们反应非常的慢，所以如果你挥手挥太快的话，他会直接被吓到，然后跳起来。所以要尽量慢慢的，然后你要摸它的时候，你只摸表层的话，它不会舒服，它会直接走掉。因为它的毛大概有厚7、8公分，所以你要把手伸进去里面抓它，给它按摩，它才会跟你互动。然后这个牧场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只可以远远的拍，隔着栅栏拍，我们可以到它的旁边跟他们拍照哦。比我们在瓦纳卡那个薰衣草农场隔着栅栏位还要再更好，我们可以抱着它们更近距离，而且都有解说员中英文解说，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动物，也有给我们牧草。让他们吃，跟他们互动。这个牧场的每一只羊驼都有自己的名字跟它们的特性，他们非常照顾他们的羊驼，都知道每一只喜欢被摸哪里，然后个性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在摸一只4岁的很年轻的羊驼，好摸吗？是要手要摸进去。哇，好厚哦！哇！哦，你在帮它按摩脖子哦。羊驼大变秀，好可爱哦！我要来摸羊驼牧场里毛最长的 Dennis 先生，他的毛好厚哦。解说员说他要是再不剃毛，他会热死。他的毛真的超爆厚的，我的手指头插进去之后，哇，我要插到我2个指节才能够碰到他的脖子哎，哇，这样帮他按摩。很爽哦 ，Dennis！ 哇，我们现在在喂羊驼宝宝了，羊驼宝宝好小，好可爱哦。在喂羊驼的时候，有可能会太兴奋，不小心没有注意到便便，然后就踩下去。我现在就踩到一坨，踩到一坨便便，要来我们这个刷子区大便。刷掉了。喂完羊之后呢，就和我们自己进食，有老板做的那个手工饼干，还有一些茶点，还蛮好吃的。然后这边就是他们得奖的记录，他们得到非常多的奖，因为他们羊驼的那个毛量很多，然后很柔软，而且很卷曲。报道处这一边还有非常多的羊驼商品，这一些羊驼商品很多是他们农场自己的羊驼取下他们的毛，然后来纺织的。那羊驼毛的特色就是跟 Cashmere 差不多，都是很细很细，然后保暖程度都很好的。虽然产量比 Cashmere 还要再更少，但是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牌子，所以就会比较划算一点。阿卡罗阿一日游结束后，我们开回基督城市区。在路上，我们还看到许多漂亮的樱花。在最后呢，我们回到基督城市区。今天我们要吃的是这一间 Hello Sunday， 它是一间早午餐店，店内的环境非常的温馨，跟我们在那个阿卡罗阿吃到的那一间店差不多。那它也是比较乡村风的，它也是宠物友善，所以可以带狗狗进来。我们今天坐的是户外的位置，我们的菜已经上来了。我点的是鲑鱼、烤马铃薯、班尼迪克蛋，还点了一个法国吐司，上面有冰淇淋，这个鲑鱼，真的非常嫩，一吃进去入口即化的感觉，好赞！班尼迪克蛋下面铺这个马铃薯，马铃薯里面绵绵嫩嫩的，然后外皮再带一点酥脆感，这马铃薯超赞。
来吃个范尼迪克蛋，哇，流出来了，好吃。来吃法国吐司。法国吐司的话，它的那个吐司口感是有一点点软软，但是又有一点嚼劲，配冰淇淋是还不错吃。旁边有一点点水果，酸酸的。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焦糖脆片吃进去太甜了，所以大家不要配焦糖脆片吃。整体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我的这一道主菜，很好吃。不过它分量稍微比较小，然后在基督城市区这个价位跟皇后镇好像差不多，所以这间店算是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比较贵一些些。在基督城市区如果要移动啊，也可以租用这个 Lime， 它是电动滑板车，非常方便，只要扫描它上面这个 QR 码，然后就可以进到付款页面。信用卡支付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租用，它的速度还蛮快的，你市区移动很方便。要还车的时候就一样也是扫那个 QR 码，扫完就直接还车了，超方便的。那只要路边能够不要挡到行人的地方，都可以随意停放。最后一天，我们就在基督城市区走走逛逛，在饭店附近的基督城植物园看花草还有喷泉。到基督城艺术中心欣赏漂亮的建筑，一边走一边拍，享受最后的纽西兰时光。纽西兰的市区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们这趟纽西兰之旅，到过一些很不错的地方，分享给大家。那希望这些景点大家都会喜欢。我大推库克山，还有蒂卡波湖。还有很多户外活动，跟林文奇骑马等等的，大家有机会真的一定要来纽西兰体验看看，非常特别的体验。天气有时候也很阴晴不定，所以如果你能够安排多几天给你弹性行程的话，就可以比较像我们这次冰川没有成功，那我们就换到下一个礼拜。那如果天数比较少的话，就可能有一些地方得舍弃，比较可惜一点。所有的实用网站连结，还有优惠的订票连结，我都放在底下资讯栏分享给大家。那也感谢我们这10几天的露营车好伙伴，有他带着我们环整个南岛。那我们要准备去还车搭飞机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